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伊朗战事到底要不要地面战进去？川普要在3周之内改变中东的未来，甚至他说，川普要跟全世界讲谁才是老大。普丁马上就听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华尔街日报》的俄罗斯为何加码支持困境中的伊朗？他说，俄罗斯已经懂一件事情，从委内瑞拉到伊朗，这一些人的武器都是我俄罗斯所给的，给这些独裁者支撑他们的霸权。但随着他们被打掉之后，俄罗斯就没有国际地位了，甚至他也知道美国不能再让他为所欲为，不然情况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而知道还有谁？当然还有中国，但中国能做什么？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什么，根本是无能为力。原因是因为你看到这一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不是说中国的邮轮可以过荷姆兹海峡吗？但是却发现一件事情。伊朗把它完全给挡住了，明明就是挂中国籍的国旗、中国的船员、中国的船东，但是伊朗不给过，就是不给过。伊朗现在完全不想理中国，但中国没有招的情况之下，他能干嘛？他现在急着赶快请普丁来到北京来见面，维持自己的地位，甚至今天破天荒的干了一件事情，大家都傻眼了，竟然用邀请的方式。去邀请郑丽文来参加政协会，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的习近平，现在中国已经无能为力，他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在吹哨子壮胆。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早；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钟哥，我们终于懂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川普要说你要去看福斯新闻，你要看那个人说的，因为那个人说的就代表川普他心里内心也是在想什么。他跟你讲非常明白，3周内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谁才是老大。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他这个老大的局布了整整1年之久。贝森特最近爆了一个惊天大料，原来从去年3月份开始。他们早就开始对伊朗进行金融的制裁，对，直到今年3月继续打击下去的。没错，这次美伊战争呢，证明了一件事：川普才是这个世界上的老大。少火，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世界各国的领袖都为了这个川普啊，现在改变这个决定？你看川普现在怎么办呢？很多人都说，哎，他困在这个伊朗。我跟他讲，不是，他现在要下的最后决定是说，要不要让美军的靴子踏上德黑兰的土地，地面部队要进来了，要控管什么？控管这个伊朗的石油哈格岛，或是要控管它的荷姆斯海峡，还是把它的浓缩铀摘除？这是目前为止他的选择。对，所以他当然会稍微做一下决定该怎么做。但是你看，因为他入侵伊朗之后呢，这次这个美伊战争之后，让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说谁是老大，川普老大。所以现在呢，不是老大人要互相取暖。你看，我们知道川普不是这个5月中要去访问这个中国吗？习近平现在赶紧找2个人来取暖。第一个就是今天早上获得邀请，他现在非常开心，整个人很嗨的郑丽文，而且就是什么邀请哦，对，邀请哦，对，好，那他时间点呢？时间点就在这个所谓川习会之前嘛，下个礼拜就要风尘仆仆的冲往总书记召见，赶快去。好，另外一个，第二个是中国也要邀请普丁访问中国，对，所以什么意思呢？你看。因为川普已经把他的盟友、习近平盟友都摘除掉了嘛，都一个一个解决。他现在要取暖，取暖谁？找郑丽文，对，找普丁。对，那普丁呢？普丁现在也需要取暖，他也要赶快来访问中国。所以我来跟你讲，因为他的这个所谓这次入侵伊朗之后，改变了全世界的格局，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他竟然布局了1年之久，没错，就是从这家伙开始的。贝森特太坏了吧？从去年3月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金融制裁。对，没错，像美国对伊朗要动手，已经很早就这样。那我就跟他讲，美国的作战其实不是只有地面的部队，不是只有轰炸，他们还有什么先断金流？那先断金流是由谁来执行呢？就由贝森特来执行。这是贝森特的讲的哦，哈，他在内阁会议上面他就说，哎呀，其实我们美国去年3月就开始启动他打击伊朗政权的准备工作，而且是军事啊。军事来说，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午夜之锤的行动嘛，对，还有金融的这个双管齐下，在去年12月就已经瘫痪了伊朗政权的金融体系啦。然后川普就跟他说，贝森特干得漂亮，对不对？他还说什么？他简直就是那个男神，对，你看他，然后他还夸他，就连眼镜也那么适合。我想我也该佩服眼镜了，真漂亮这样的状况。他说这一副眼镜就是他变成男神的关键。对，没错，就真漂亮，干得好。你看。川普不吝啬的这个包了这个贝森特，对，那贝森特就说没有错，我们财政部一直致力于查明这个政权所有的金流，这是您
川普的去年3月下达的命令，经过1年努力，伊朗的金融体系居然在12月就崩塌的一个状况。对，所以等于是说，川普在去年3月就跟这声车说：“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赶快把这个伊朗的金流查一查，把它断了这个金流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状况。”好，那因为你看去年3月就启动，照你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伊朗的这个动荡来说，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就开始面临到什么通货膨胀，他的里亚尔一直在暴涨，就面临要贬值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当时经济已经快要完蛋了，对。那现在这一次呢，美国入侵之后，又把他的网络系统完全断掉，对。那他查什么呢？他查什么？贝森特查说过去到底伊朗的钱从哪里来嘛？好，伊朗的钱就这样嘛，他有这个受制裁的伊朗企业。还有这个伊朗的这个外汇，对，然后还有他跟中国在做往来，对不对？往来说他就透过很多空壳公司啊，很多这个包括说空壳公司在香港的、啊，还有阿联酋很多地方。那我们知道这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阿联酋不是第一个时间就是说我要查封那些账户，我要断那些金流，对，我要冻结它。贝森特要查什么？贝森特就要查那些会在香港的公司，还有他很多账户，尤其是他们就说有很多账户非法资金透过美国的银行外国账户流入美国，大部分是石油还有天然气的收益。所以他就还有这个亚洲还有中东的这个账户，还有空壳公司，所以他就等于是把这些全部都查了。你有到我美国来了，我帮你查掉；你有到中东去了，我请中东查。那你有很多这个空壳公司，我在香港去查，或者在全世界的任何空壳公司、影子公司、影子船队，你那些最后交易是谁，我把它查出来。我只要把你金流断了，没有存款可以用的时候怎么办？就崩溃嘛。所以他等于说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进行第2层打击。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讲嘛，现在这个所谓因为川普这样做的时候，这一阵子我们不是看到，不是啊，这个美军好像在中东也遇到问题啦。对，他不是有一架这个所谓的侦察机被这打烂了吗？就被这样子嘛，怎么会打中他呢？我跟他讲，原因是什么？因为普丁坐不住了。为什么普丁坐不住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就讲为什么伊朗的无人机跟飞弹会突然变得那么厉害。我们看这个在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这个地方旁边也是有防空武器的。那为什么你能够打到它？因为很简单，因为俄罗斯帮他，这不是我们讲喽，这是泽伦斯基说的。泽伦斯基说，根据乌克兰在战场上的经验，当俄罗斯对同个目标连续征召3次，表示他们在同个一两天之内就发动攻击。那这主要是这样，你看英国的电讯报说，这个俄罗斯的卫星在3月20号、23号、25号进行了不断的征召，所以就说这个征召会被攻击到，不是伊朗厉害，是俄罗斯入场了。那俄罗斯为什么要进场？你看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对，俄罗斯为什么加码支持在困境中的这个伊朗？他讲得非常清楚。那美国打击了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伊朗嘛？对。我要支持他，所以我就这个提供他卫星图像还有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协助你打击这个该地区的美军部队。那为什么？因为莫斯科这个部分是要挽救日益凋零的伙伴关系嘛。我跟你讲，事实上，俄罗斯过去在中东有2个盟友，第一个最大的盟友当然是伊朗，对，第二个是叙利亚。被翻掉了，被翻掉了。对，那另外第2个是现在中东的伊朗，我不能让伊朗垮，伊朗垮我就完蛋了，所以他就说没办法，好，所以我就俄罗斯是世界强国，对，我们世界强国啊，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盟友都倒了？伊朗我们被干掉了，那我们现在总要出点力啊。中国现在是不出声，他现在是出声去帮忙他。对，所以如果假设伊朗撑过这一局之后，你觉得他会看谁是老大？当然是俄罗斯是老大。对，所以俄罗斯是这样，俄罗斯明白什么？美国完全不受约束的形式，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可能是下一个啊！简单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我们不能让我们伙伴一个一个倒下，不能够这样，所以他等于要阻止这个骨牌效应继续的这个延烧。普丁硬了起来了。对，所以你看他为什么硬了起来？因为他要跟川普说：“我们也是世界强国。”好，那我跟他讲，真正的老大他就不理你嘛。老大是这样，你看啊。川普说什么？大家一定要看这个福斯新闻，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访谈，这2个人访谈，好，这2个人一个是什么？马克莱文访谈这个马克蒂森，他们2个都是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川普身边的朋友啦，或者说他身边的人，他们讲的话就可以代表川普的意志。川普都叫你看的嘛，那表示他讲的就是川普要说的嘛。他说什么？川普在伊朗问题上面来说，并没有失去勇气。他说3个礼拜内会改变中东的格局，在3周就要处理完了。他等于是帮总统暗示过撒了100。好，那过撒了100，那现在的这个所谓卢比欧是说2到4个礼拜。对，那所以也真的跟3个礼拜差不多。好，所以可能在接下来1个月之内就会解决。好，那他现在要怎么做呢？我跟他讲，他讲的非常重要。他说，炸弹解决不了浓缩铀，所以呢，空袭能炸到工厂，毁不掉核心原料。他就说，
特种部队要进场，不是全面开战，是外科手术的掠夺，要亲自把这些浓缩铀搬出来，一片叶子都不留给伊朗，这是为地面战在吹响这个冲锋号，所以等于是他们暗示着要打地面战。对，所以这个可能是川普也要跟大家讲，我可能要打地面战。对，再来就是说，这个政权没有谈判余地，只有彻底的瓦解。所以根本没有要谈。对，没错，他要把整个神权政权给端掉。你看，他连伊朗的政权都决定了，一开始是霍梅尼到哈梅尼，他们都垮了。对，然后原本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穆吉塔巴也垮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拉加尼尼也垮了，所以他们都完了。所以他说现在是第四届哈，第四届也就是说哈米尼之后的这个第3届哈。那现在如果说我们跟谁接触呢？我们有跟这个议长卡利巴夫，我们有跟这个泽培斯基安，我们有跟他接触，还有革命卫队的这个瓦西迪，我们有跟他接触。他说这些人会给我们礼物，而且他就说这15条来说，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接受。那我们就看接下来是不是如同川普所说的那个样子。而且钟哥里面川普讲的最有趣的是说，他说你可以看到这一小段，他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以往任何人都不同的人，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怎么样？非常专业，非常专业。是。他讲什么？他根本不是讲神权，他是讲有利益的，对，要重建的，是有钱的，对，他已经真的在挑人了，专业的。可是我跟他讲，谈判不是很顺利，为什么谈判很不顺利？因为赵恒，你知道吗？他们这些人目前伊朗没有任何网络，对，也没有电话，他们也不敢真的跟美国谈。为什么？你看川普讲这句，伊朗的局势变幻莫测，我们可能先跟他们谈判，然后我们又不得不炸死他们。谈判不成，我冰斗，我就杀你了。他们也不太敢跟你谈啊，跟你谈的时候，他们都是透过第三方，就不断的，就等于我跟你传话给你，然后呢，我再传话给你，他并没有真的跟美国谈。现在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怕暴露地方之后，你就把我炸死。川普一直说，我们提出了15项，是，其实伊朗已经有同意非常多项，是，但有几项还在瞧，是，其中这一项就是这个了。对，你到底要不要把你的浓缩铀给交出来？对，如果谈判没那么顺的话，那我就来硬的了。对，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浓缩铀跟这个所谓这个飞弹的研发，这2件事情是以色列还有包括说周边的海湾国家一定要伊朗拿掉。对，这也是美国要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美国应该会动手。好，那动手要怎么办？现在他们在这个纳坦兹还有伊斯法罕这个地方，他们有这个454公斤的浓缩铀，那怎么进去呢？他们这个已经美国公布相关的这个资料啊，他们准备什么？因为美军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他们迪里波里号的2500名的部队已经来了，那全4号也准备要来了，这个部队都已经全部来。大家如果要拿走伊朗的石油的话，就是拿下哈格岛。对，所以现在有几个选择，就是纳坦兹、伊斯法罕还有哈格岛，甚至可能控制这个赫姆兹，这都是他的选择。所以他等于是3处可能都要同时进行。对，现在可能就在等川普最后的下令嘛。这个就是刚才那2位提到的，美军的蝎子要踏上这个德黑兰的土地，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讲，那现在呢，中国就显得很尴尬。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人家俄罗斯普丁都去挺挺这个伊朗啊，我给你卫星，我给你无人机。对，那好，那请问现在中国怎么办？中国没有挺，所以呢，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中国不是一直打电话跟这个伊朗说，你要放行我的船啊，就没想，就被他发现到有2艘这个中国籍的船哦，他们是隶属叫中国远洋集团海运下面的2艘船，对，一个叫做中洋北冰洋号，一个叫做中海的这个所谓印度号。2个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照理说，你看他们要准备穿越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克什岛，对，克什岛，然后准备要穿越从这边过去，就没想到他们想打电话给他。他们就伊朗就通知说，你们不能过。他们还跟他说，不是啊，888，我是中国籍，请看看我中国籍，我是中国船员，我是中国船都，然后你伊朗说不能过，请看看我的旗子，我的是中国船啊，我是中国籍，你赶快去查。就伊朗说拍谁不让你过，为什么？因为这次中国的表现让伊朗觉得心寒啊，我干嘛让你过？所以伊朗觉得什么？我不需要你中国了。好，所以就是说，你看现在显得习近平就显得很尴尬。假设这次中国挺得很明显，然后伊朗垮台之后，你觉得川普到中国去他会怎么问习近平？我会笑死你，而且会跟你说，你到底帮忙他多少事情？会给你看那些资料，现在蒙利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才说现在中国不敢挺就是这样。另外第2个就是郑丽文主席就要登上中国去了嘛，所以跟你讲，这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也是为了川习会做准备，他要在川习会之前累积更多筹码，所以才说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真的是如棋局上面局新，在这个变化程度来说，真的下棋的人是当然毫无疑问还是川普。国珍哥，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哦，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事里面，俄罗斯真的是使劲的帮，但没想到帮到现在，竟然出现一件事情，
俄罗斯也石油危机。这样没听错之后，俄罗斯不是石油最大国之一吗？不是很多能源吗？但没有想到什么，你看哦，他这一次竟然什么停产，世界第2大的石油出口国俄罗斯，他竟然不能让他们出口石油。结果你说这个局恐怖到一个疯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除了要把伊朗给狙掉之外，他也要把俄乌战事借由这一次的石油，借由这一次打击俄罗斯的石油，也要把俄乌战场给结束掉了。所以俄罗斯很难帮到伊朗跟帮到中国了，因为连俄罗斯都可能出现排队抢加油，而且它还是世界上第2大的石油生产国。对，你可以想象沙地阿拉伯大家排队加油闹石油荒战是什么景象？没想到俄罗斯竟然从4月1号开始禁止汽柴油出口。这个国家怎么会禁止汽柴油出口吗？不是只有原油，这很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查一下油价的时候，就发现它现在的油价，莫斯科的油价，包括柴油啊，92、95、98，跟3个月前比都涨了超过100%，你要发现油价涨100%，所以他只好赶紧紧急宣布说，现在我汽油、柴油不要出口，要优先供应国内市场。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乌克兰现在打得非常凶，而且他打了还都是炼油厂，打炼油厂，炼油厂不是出口原油，是专门在提炼汽柴油。所以乌军真的是专打炼油厂。对，那路透社去统计哦，现在算过了，包括打了什么港口啦、乌斯基布卢加啦、科罗亚罗斯夫这些炼油厂哦，加一加，你把它加起来，现在已经超过200万桶。它是会把整个俄罗斯的汽柴油价格整个都抬下去，甚至部分地区的加油站已经出现缺油的状况。这路透社的统计，那我真的很难想象俄罗斯的加油站竟然会缺油。去年开始，其实乌克兰就针对他打，这是去年10月的时候，他只是打了35万桶。你看路面上就开始出现了大量排队加油的状况哦。这是去年10月，他一样去打俄罗斯的炼油厂，没想到他现在越打越上手，越打越熟练。现在一口气1、2，然后不同的港口3开始猛打。那打下去之后，我要告诉你，200万桶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你以为是一个小的吗？台湾一天也不过是100万桶，它等于是2个台湾。台湾是世界前20大工业国，等于俄罗斯的工业能力会被乌克兰给摧毁掉，所以他赶快怎么禁止汽柴油出口，是为了维护国内的工业能力。接下来就会产生连锁效应。怎么连锁效应？它现在的加油站已经开始零利润了，然后炼油厂出货延迟或非计划性停机，代表什么样？非常的紧张，俄罗斯闹石油危机了。南部地区就刚才说了，路透社说了，有些地方缺加油站，缺加油站之后，缺油之后，你要发生什么状况？现在婆婆妈妈，台湾婆婆妈妈都很清楚，你现在去菜市场买菜没有塑胶袋，对吧？好，现在没塑胶袋，俄罗斯也很快会发生供应链不可抗力跟维修的困境。石化产业我们知道很多原物料都是来自石油跟汽柴油提炼的，那石化原料就会断掉，再来。他可能就要去求川普跟求美国跟欧盟这些国家了，因为很多维修炼油厂的设备不是只有俄罗斯，不是俄罗斯会做，很多要靠进口，所以他找不到，要么维修期会拉长，甚至永久停产，所以要修这些东西，可能要去拜托欧美国家。好，那一连串的效应就会出来啊。第一个，工业能力、生产能力会受损，跟成本上升，已经超过了200万桶，那非常的大，石油脑这些都会减产。工业就会开始停摆，要工业啊，车子要跑也要工业嘛，然后原料来自哪里？所以俄罗斯的采矿、重工业跟物流、军工产业都可能会因此，你怎么做飞弹，怎么做炮弹来支持伊朗，可能都会出问题哦。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今天俄罗斯断了油之后，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俄乌战事都还在打，的情况下，你没有油的时候，你的军工产业出问题了，那不就代表一件事情？你可能在俄乌战场要败退了，对你连武器都做不出来，再来财政会出问题嘛？光去年1年，乌克兰这样打上手了，你看它损失是超过3500亿台币，现在越打越多啊！去年才打35万桶，现在打200万桶了，是6倍嘛？那表示今年的损失会更大，那财政赤字就会扩大了，因为俄罗斯是靠石油在赚钱的，他的财政赤字越大，所以普丁现在要求俄罗斯这些寡头独占的企业赶快来捐钱，
他已经真的要捐钱了，越要捐钱。可是你知道俄罗斯今年1月干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把增值税加到22%是什么概念？我们台湾一般消费啊，你拿了发票是5%，他消费是要缴22%哎。你去日本玩，日本是10%，哎，退税退10%嘛，22%代表他从老百姓身上在剥皮，再来还强迫企业缴6000亿卢布的税金，都是强拿。现在又考虑今年还要征收暴利税，简单讲，他国家财政出现了问题。俄罗斯要垮了吗？好，那他所有的军事支出能不能挺得下去？就如同你说的，工业如果停摆，武器做不出来，产品做不出来，再来他怎么打乌俄战争？打不下去嘛，更别说去支持伊朗了，支持中国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他得要乖乖的去接受川普的条件，美金就成为武器啊！我只好接受什么？以后，我卖石油用美元来卖，还不止嘞，指定卖、限时卖啊，30天特卖，30天特卖会嘛？今天卖印度啊，明天卖哪里嘛？明天卖韩国嘛？美国说了才卖，美国就可以援助他嘛？再来武器怎么办？就可能完全停摆了。所以，川普这招真的很厉害。整个俄罗斯的工业可能要出大问题了，不只是伊朗战场会结束哦，可能连乌克兰战场都会结束。你觉得现在川普竟然在考虑说地面部队要不要进去把浓缩铀直接拿出来？这一次拿浓缩铀，这不是一个单纯任务，这是个魔王级的任务。赵对，没有错。你不要想说哇，美国的我们讲军力碾压伊朗，但其实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就连美国，就算是地表最强的美国，要达到这个任务也是难如登天。包括打委内瑞拉以及之前的五月重锤，赵，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都非常快，可能30分钟。甚至5分钟、1个小时内，我都把它搞定，所以距离一定要很短。所以他们现在首选可能是从科威特或者邻近的机场，我出发100公里以内，我可能咻一个5分钟之内马上迅速到位。但是到位之后真正麻烦的事情来了。我请问一下，你飞机落地之后，它最重要的人员，你猜看，要完成这个任务要多少人？10人、5人吗？不是，要1000人。1000个人，对，而且这1000人哦，你想说第一个游击兵嘛，那游击兵他们人数多，但不行，偏偏又要精准切割，所以你可能要什么？要82空降师，可能要谁？Delta 要出来，Delta 哪来的1000人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困难。那进入之后呢，他马上快很准的下去。首先你要面对到可能有无人机的攻击，你可能面对到防空设备的攻击，但最可怕的来了哈，落地之后这些都清剿之后，对不对？你要怕一件事情，伊朗会跟你干嘛？玉石俱焚，无人机就来了啊！美国落地之后，他们还要干嘛？还要盖防空设备。于是他不是落地而已哦，他反而要去保护原本伊朗的那个核设施。因为很怕伊朗会跟他毁灭。再来，你如果进入到地面部队之后，好，比如说我们说 Delta、82空降师都进去了，从科威特飞进去了，来到大门口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个是什么？拿马孔、水泥土直接把门都封死了，所以你是不是这时候要带爆破部队？爆破部队可能要几十人，然后破坏之后，你进去到里面来，你以为结束了吗？不是，还有胆战心惊，步步因为可能有鬼雷，可能有地雷，可能有我们讲的埋的这种引线，所以你还要陆陆续续拆。就算这些都给你拆完了，到了最里面，因为它地下可能大概，比如说我们讲伊斯法罕这个地方，可能它是往70尺下去，所以下去之后，你找到浓缩之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哦。比如说给你400公斤跟600公斤，我要怎么运出来？对啊，你要怎么分装？那是核的浓缩铀对啊，那种辐射的对啊，你碰到会死的这些高浓缩铀可能装在40到50个类似潜水气瓶的特殊钢瓶中，结果你装完之后，你不是说直接运出来？当然不是。就知道我们讲过去美国的案例，有一个案例哦，这个算是简单的，你知道什么？哈萨克，因为过去哈萨克在脱离整个我们讲苏联组织系统的时候呢，他想要转往所谓的非核阵线，以及呢跟美国民主阵线做靠拢，但是偏偏他拥有的核弹头以及洲际导弹呢是在我们讲的各个国家里面名列前茅，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难到什么程度吗？首先第一个，他要跟对方的总统达成共识，所以他派了一个叫做韦伯的人，那韦伯跟对方上校见面，2个人等于是马前卒，先谈到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意愿？他说有啊，他就递一个纸条给他，就你知道这个纸条拿出来是什么？U235，对，90%，600，看到之后，韦伯瞬间脚软。浓缩铀，对，而且是90%的浓缩铀。他说可以做24枚核弹头，他把他吓坏了。24枚是什么状况？所以后来呢，赶快，这时候呢，包括哈萨克的总统以及当时的时任总统克林顿就瞧了说，好，那我们赶快跟你去买下这一批。结果他们是答应用2700万美元。把这些东西给买下来，因为那时候要趁快，总不能呢被其他人发现，所以呢，包括美军的3架运输机，
那时候是 C5 哦 Galaxy 的系列先降落，然后包括了相关的医生啊、通讯专家以及地面部队，他们都有事前去探勘跟查核，跟去检查这些浓缩铀它的品质、它的浓度以及它相关的存量，因为总不能人家讲我就信，所以光是这个检验，也就是我要确认它是浓缩铀，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分装。我们刚才讲最困难的2200公斤，对不对？600公斤的浓缩，它把它装成400个容器，所以不是你原本的包装我就可以哦。对，我要重新包装、重新上市，所以把这个东西重新包装之后呢，才运到运输机。但是你以为直接到运输机吗？不是，中间要过卡车，因为运输机很多地方不能到，知道？那时候吓死，因为夜黑风高，他们就开着卡车，然后路上会结冰，对，然后你知道喷射机在那边等，然后也在结冰，然后他们就说，哦，很害怕说，如果开到一半。他突然间滑出去的话，掉到湖里头。他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跟我长官交代。”最后好不容易呢，在运输机计划以及呢相关的签署跟秘密文件之后，才终于达成。但是这一次，你光看这一台，这是什么？这是 F18。对，那 F18当时来进行任务是什么呢？它是在伊朗的附近的邻近区域进行非常低空。你知道为什么要低空吗？因为它是用机炮在扫。对，知道吧？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战争片？飞机飞个哒，对，它在扫。它利用它的机炮对地面部的轰炸，它代表几个概念。第一个，它已经失去它隐形的功能，它艺高人胆大，比川普还要狂。而且它这么贴近，等于是地面其实是可以去轰它，可以炸它的。对，等于说你防空雷达完全吃到它，甚至是呢，你看哦，地面部队他们用的是什么呢？用那种 manpad 就是说个人式的这种火箭炮，马上对它轰击。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画面，它突然间呢在行驶途中呢来一个我们讲急回转，急回转之后刚好它的尾翼以及它机炮是持续开火的状况之下，有一个飞弹就从它下面撞过去，结果嘣一个在空中爆炸。然后呢，这个 F18安然无恙，代表说地面的红外线真的锁定到它，而且它也在怕。所以这飞行员也太强了。对，它的跟你挑衅，它是低空飞哎。对，然后我还用肉身人工操控，你有没有看到？刚好它机炮还在那边哒，然后底下的那个我们讲火箭炮射上来之后，被它那个机炮刚好哒炸到，所以在后面的爆炸。那结果最后面呢，变得各说各话。为什么？因为伊朗说我们把 F18打下来，美国跟你讲说没有，我 F18继续在空中徜徉。但当两国的战力摆在这边，包括先前 F35的造假事件，孰是孰非，你想也知道，美国有那个自信可以绝对碾压。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